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咱们二手车行里头现在压着3台车，愁死我们销售了。几个月了，就跟钉那儿一样，灰都快积成精了，价格啊跟坐过山车似的，一个劲儿往下掉。为啥卖不动啊？说白了就是不够潮，牌子不够炫，开出去邻居看了都得多看2眼，心里估计想就这。但是啊，这事儿里有猫腻。我认识的那些修车师傅个个贼精，他们都在偷偷摸摸的把这3款车往自己家买，给自己老婆孩子开。你琢磨琢磨，这能是啥车？肯定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改装车，这是啥？这是能实实在在跑上30万英里，跟你一辈子的铁家伙。除了定期换机油，基本屁事儿没有，省心。就因为没人知道他们的好，所以这价格简直是白菜价，白菜里的战斗机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丰田那个级别的耐用性，配上起亚那个接地气的价格。今天我就把底量给你，咱们盘一盘台湾市场上最被低估的这3款宝藏二手车，那可真就是二手车里的金矿啊！榜单头1号，那家伙皮实到让经销商都头疼。为啥？因为车太可靠了，压根坏不了。他们维修这块的钱想赚都赚不着。别犹豫了，走，哥几个一起逃去。第一名必须是丰田 Venza， 就是那款2009年到2015年出的第一代。说白了，这车就是丰田内部员工自己买来开，或者推荐给亲戚朋友的自留款。刚出来那会儿，大伙儿都蒙圈，这玩意儿是旅行车还是 SUV？ 说真的，外观设计一言难尽，长得像汉堡吃多了的凯美瑞，又胖又怪，所以销量一直不温不火。但是听好了，它的机械性能简直就是丰田的圣杯啊！底盘是凯美瑞的，心脏却塞进了雷克萨斯 RX350 和莲花 Avara 同款的 V6 发动机，足足268马力。这台发动机被公认为丰田有史以来最牛的发动机之一，你基本不用担心它烧机油，爆缸就一个字稳。咱来算笔账，你想花低于 1.5万美元买一辆雷克萨斯 RX350， 那你找到的肯定都是里程贼高、车况感人、真皮座椅都磨破了的老古董。但 Venza 不一样，因为它牌子没这么响亮，你花个1万到1万2就能买到一辆保养的跟新的一样。天天在车库里养老的 Venza V6 什么概念？你只花60%的钱就能享受到雷克萨斯90%的驾驶体验，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方向盘上那个 logo 不一样。买车的时候，这车基本没啥好挑的，就一件事儿，看看发动机机油冷却器的管子。早期款是橡胶的，可能会有开裂的风险，但后来丰田都换成金属的了。你只要打开引擎盖，看到是金属管，放心，这车再开个30万公里、50万公里都跟玩似的。如果你是个奶爸，买这车比买 RAV4 强太多了。Venza 更宽更低，开起来更稳，后备箱巨大的不像话，后排座椅还能调角度，3个儿童安全座椅并排摆下都绰绰有余，拉东西更是没话说。配上 V6 发动机，上高速一脚油门就窜上去了，舒服的不行。这绝对是最懂美国家庭的车，它不性感也不扎眼，但当你邻居每个月为他的跨界车还着800美元的贷款时，你可以从车行门口笑着飘过。第2名，林肯 MKZ。 我知道你一听这牌子心里可能犯嘀咕，林肯靠谱吗？哎，你先别急着下结论，听我给你掰扯掰扯。这车啊有个最大的毛病，就是太保值了，反话是太不保值了。你刚从 4S 店开出来打对折都算良心价，但这事儿你得换个角度看。先说车本身，这玩意儿机械性能真没得黑。你想想，穿着燕尾服的坦克是不是一下就有画面了？看着特优雅，骨子里特结实。再给你爆个料，这林肯 MKZ 其实就是福特的马甲，对，就是那个福特 Fusion。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林肯这牌子掉价了？嘿，你这就想错了，这反而是天大的好事儿。零件便宜的跟白菜似的，哪个汽修师傅都能上手修，你压根儿不用找什么专家，省钱省心。不过记住了，千万别买那个4缸的，你就认准那台 3.7 升的 V6 发动机。这台发动机来头可大了，它可是福特警用拦截者上的同款，专门设计来每天怠速10几个小时，还要满大街追坏蛋的，那结实程度你想想就知道了。300匹马力跟个铁王八似的，绝对坏不了。变速箱也特简单，就是传统的6速自动，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双离合， CVT 就纯的齿轮耐用。这车不是让你去飙车的，它是给你在高速上巡航的，跑起来稳的一批，而且特别安静。最牛的是什么？是它的悬挂，那玩意儿能自己感知路面，1毫秒内就给你调整好软硬，开起来的感觉比奔驰 C 级都舒服。真的不吹牛，花个1万1、2你就能弄到一辆成色不错、里程数低的 MKZ。 啥？觉得1万多买林肯寒碜？我跟你说，你这笔钱能换来啥？带加热通风的座椅，能滑到车顶的全景大天窗，还有那个主动降噪，路上多吵它给你抵消多吵。想弄个本田雅阁带这些功能，至少掏你2万。当然了，也有一点小坑，你得注意。如果买4驱的，有个叫 PTU 的玩意儿，靠着排气管，时间长了油容易过热。你买车的时候就问上一句，哥们儿，这 PTU 油换过没？要是对方一脸懵、一脸问号的看着你，啥 PTU？
那你花200块钱找个师傅换次油就完事儿了，小问题绝对不影响大局。所以如果你每天通勤单程就20-30英里，来回50英里，那这台车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座椅舒服，开起来也安静，高速上稳得像贴地飞行，动力还贼足，而且真坏了，修车师傅一看，哦，福特兄弟价格给你怼到最低。总结一下，这就是低调的王者，是终极的闷声发大财型豪华座驾，懂的人都懂。第3名，英菲尼迪 Q70， 强烈推荐 3.7 LV6 版本。说起英菲尼迪，不少人第一反应都是 G35 闸街的排气声浪，爱玩漂移的年轻车主，还有被蹭得伤痕累累的前杠。但 Q70 前身 M37 完全是另一回事儿，它是英菲尼迪真正的旗舰轿车，日本本土生产，而非美国田纳西工厂。它从诞生起目标就很明确，正面硬刚宝马5系、奔驰 E 级。只可惜英菲尼迪的市场宣传长期拉胯整整10年，这车几乎被市场彻底遗忘。坐进车内你就会发现，它开起来完全不像日产，车身稳，底盘整，关门都是厚重的闷响，质感很足。转向用的是液压助力，不是现在常见的电动助力，路感清晰，反馈真实，开起来很有沟通感。内饰用料也够档次，真正的日本白蜡木饰板，表面带有银粉涂装，配上半本安真皮座椅，豪华感一点不掺水。核心亮点是那台 VQ37 V6 自吸引擎，堪称一代名机，正时链条设计，没有正时皮带的老化烦恼，纯自然吸气，也不存在涡轮常见的故障隐患。最大功率330马力，比宝马535动力更强，还少了一堆电子麻烦。变速箱是捷特科 7AT， 不是日产那类容易在6万英里出问题的 CVT。这款传统液力变矩自动变速箱皮实耐用，省心靠谱，对比一下就很清楚。同样是2015年款，10万英里里程，宝马5系售价约 1.5万美元，1年内大概率要换水泵、节温器、机油密封垫，维修费用少说3000美元。英菲尼迪 Q70 只要 1.1万美元，基本不用大修，直接省4000美元，后期养车成本更是低一大截。买车验车重点看2点：一、油底壳密封垫，2012年之前的老款 M37 容易渗漏，改名 Q70 后问题已解决。2、后差速器衬套，橡胶件容易开裂漏硅油，升级成聚氨酯材质，大约400美元就能搞定。适合谁买？想要肌肉车一样的强劲动力，又要兼顾商务接待，体面稳重的人后驱，提速快，外观低调，妥妥一台日系宝马。花一辆二手思域的钱就能拿下一台330马力日本原装的豪华中大型轿车。想入手豪华轿车，这台 Q70 绝对是理智又划算的选择。哦，对了，最后还得提一款现代的 Genesis 轿车，在它独立成品牌之前，它就叫 Genesis。现代当时就是为了硬刚宝马5系，专门请了德国工程师来打造的。后轮驱动配上了结实的 3.8 升 V6 或者猛的 5.0 升 V8， 开起来那感觉扎实的不得了，再算账。2013款的 Genesis 只要8000美元，带加热真皮座椅 Lexicon， 音响开起来的质感跟奔驰有一拼。唯一的坑就是车标，朋友见了肯定会问你，你为啥买个现代？还有就是刹车那个叫 Heco 的玩意儿，以前因为腐蚀问题被召回过，你买车前一定得确认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所以说，只要你不在乎那个车标，8000美元就能享受到价值5万美元的驾驶体验，这绝对是终极的闷声发大财之选。所以今天给你们推荐的3款，就是那种被市场雪藏但技师们吹爆的车。日本宝马豪华警车，还有加强版凯美瑞旅行车。现在你都知道了，花1万多美元就能买到那些比它贵3倍的车的耐用性。下次去车行，销售员要是想给你推销一辆3年车龄的德系准新车，你扭头就走，去找我说的这几款。还有，如果你想知道哪些表面上看着靠谱的车其实是深坑，能让你钱包大出血，赶紧点一下屏幕上的视频，我给你们扒一扒那些要命的发动机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我是未来科技，咱们路上见，开车都注意安全啊。